同学们好，下面我们学习中医问诊之问汗。汗是临床常见的症状之一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汗的生理。《素问》说：“阳加于阴为之汗”，所以汗的产生与阳气和津液有关。它是阳气蒸腾津液出于体表而形成的汗。汗的排泄与胃气开合有关。胃气分布在体表毛孔中。胃气乃调节毛孔的打开和关闭，所以胃气可以管理汗的排出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出，汗的正常与否与阳气、津液、胃气有密切的关系。汗的作用主要是调节营卫、滋润皮肤、调节体温。正常人在劳动奔跑、天气炎热、穿衣过厚或进食辛辣、饮用热汤、喝酒、吃火锅、情绪激动等等情况下会出汗，这都是属于正常的生理现象。病理的汗出又称为汗出异常，它是指单汗出而无汗，不单汗出而汗多，或者是仅仅身体局部汗出，这都称之为汗出异常。汗出异常的机理有以下几个方面。首先，汗出过多的机理通常与正气不足、胃气亏虚、汗湿统摄、阳热亢盛迫经外泄以及外邪侵扰、营卫失调有关。这里的外邪引起的汗出，通常是指的风邪和热邪，是肌奏毛孔打开引起的出汗，这就是汗出过多的机理。另外，外邪的侵扰可能会引起无汗，这主要是寒邪侵扰引起毛孔肌奏关闭，营卫失常导致了无汗。另外，精血不足、汗之化源不足以及阳气亏虚、真化无力，都可以导致不正常的无汗。问汗首先要问有汗无汗，如果有汗，就要问汗出的时间、汗出的多少、汗出的部位及其主要的兼症等等。若无汗，则重点问兼症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有汗无汗。有汗无汗，其主要特点是指的应该汗出而没有汗，不应该汗出的时候出汗比较多。有汗无汗的临床意义主要从两个方面来学习。第一个是见于表症，表症有汗通常可见于外感风邪、肌奏开泄的表虚症，以及外感风热、汗出伤津的表热症。表症无汗主要见于外感风寒、肌奏收引的表实症。第二是见于里症，里症有汗主要见于阳热亢盛、迫经外泄的里热症，以及气虚湿摄、肌表不顾和阴虚内热蒸经外泄的里虚症。里症无汗主要见于寒邪收引肌奏毛孔，或是体内的阳虚真化无力、精血亏耗、汗源不足的里寒症。判断汗的有无，在外感病症中尤为重要。外感病症我们又称为表症，表症通常见于感冒病。我们在生活中经常会碰到伤风感冒、风寒感冒、风热感冒等等。那我们怎么去判断呢？问有汗无汗就是非常重要的判断依据。比如伤风表症和风热表症的感冒是有汗的，而风寒表症的感冒是无汗的。所以在判断外感是风寒还是风热，除了恶寒和发热的轻重可以判断，问有汗无汗也是可以用来判断的。除了有汗无汗，下面我们来学习特殊汗出。特殊汗出是指汗出的时间和状况等有特殊的表现的病理性的汗出。常见的特殊汗出有汗出的时间特殊，比如自汗和盗汗，
也有汗出状况的特殊，比如绝汗、胀汗、冷汗、黄汗、热汗等等。首先，我们来学习特殊汗出的自汗。自汗是指经常日间汗出不止，活动后更甚。日间是指的白天，没有睡觉苏醒的状态。但是白天如果有睡觉，比如午睡，这不属于日间的范畴。夜晚如果并没有睡觉，也属于日间的范畴。自汗主要是指的没有睡觉苏醒的时候的汗出过多。苏醒的时候，阳气分布在体表，又称为胃气未阳。如果胃气未阳充足，则可以固护肌表，不会随便出汗。但是自汗通常是胃气未阳不足，不能固护肌表而导致的。所以白天苏醒时，胃阳在表而不足，不能固护肌表，肌奏毛孔都打开，不能固摄汗液，所以会引起汗出。活动以后会更加耗损胃阳胃气，使毛孔打开的更大，汗也就出得更多。因此自汗主要的原因就是胃气胃阳亏虚，不能够固摄津液所导致的。我们可以概括为自汗则为阳气虚。第二种特殊汗出就是盗汗。盗汗是指入睡时汗出，醒后汗自止。这里入睡是指睡着的状态。如果说想睡，但是又失眠，睡不着，都不属于入睡。中午的睡觉也叫入睡，晚上的睡觉当然也是入睡。盗汗是属于阴虚所引起的。睡觉的时候，胃气入里，体表毛孔正常情况下是空虚的。体内因为阴虚，阳热相对亢盛，这种阴虚阳亢的虚热会逼迫津液外泄，外加体表的毛孔空虚，所以入睡时汗出过多。但是苏醒以后，胃气未阳又出于体表，能够固护肌表，毛孔都关闭了，所以这个时候汗就停止了。因此盗汗是睡觉的时候出汗，醒后汗自止，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阴虚所导致的。我们可以概括为盗汗则为阴虚。自汗由胃气虚或者是胃阳亏虚引起，盗汗是由于阴虚所引起的。如果有的人醒的时候出汗很多，睡觉的时候也会出汗，自汗和盗汗都有，则属于气阴两虚症。除了自汗、盗汗这两种最常见的特殊汗出，还有几种特殊汗出。绝汗，特殊汗出的绝汗又称为脱汗，它是在病情危重情况下大汗不止。这种大汗不止将会导致顽阴亡阳的危重症候。若高热访渴，汗出如油，热而连手的为顽阴的汗，而生凉之绝，大汗淋漓，汗稀而冷的冷汗为顽阳之汗。不论是顽阳还是顽阴，都是属于危重症候，它们都是属于阴阳离绝的前兆。特殊汗出的胀汗，通常是指病势沉重时，先见到全身恶寒战栗，而后汗出。通常见于发高烧的实热症。高热病人邪正剧烈的斗争，正气欲驱邪外出而表现出胀汗。胀汗是热病发展的一个转折点。如果胀汗后汗出热退，脉静生凉，表明邪去正气正在恢复，这是一个顺症。如果汗出之后高热没有退，还会表现出烦躁不安、脉来急急，这是一个邪盛正衰的危后，我们称为逆症。冷汗是指出汗有冷感，通常是属于阳气亏虚，或者是由惊吓所导致的。热汗是出汗有热的感觉，通常是由于拟热蒸破所导致的。黄汗是指汗出沾衣，色如黄柏汁，多因风湿热邪交蒸所导致。以上是我们讲的特殊汗出，下面我们来学习局部汗出。局部汗出是指身体的某一个部位的汗出，是体内病变的反应。
常见的局部汗出有头汗、半身汗出、手足心汗、心胸汗出和阴汗。第一种局部汗出是头汗，又称为弹头汗出，这个弹就是指示的意思。弹头汗出是指仅只是头部或者是头颈部的部位出汗很多。生活中，当我们吃了辛辣的食物或者喝了热汤、饮酒之后，会出现头汗多，这通常属于阳气旺盛、热蒸于头的正常的表现，它不属于病变状态。如果头汗多伴有面红、烦渴、舌红、苔薄黄、脉数的表现，这属于上焦热盛，为火热循阳经上蒸于头，逼迫津液外泄所导致的。如果头汗出伴有肢体困重、身热不扬、舌苔黄腻，这是属于中焦湿热，这是湿热交蒸逼迫津液上越导致的头汗。如果头汗不止、面色苍白、四肢厥冷、脉微欲绝，这是亡阳的头汗出，这是属于虚阳上越，引起精髓阳泄的危重症候。第二种局部汗出是半身汗出，它是指身体一半出汗，另一半无汗，或左侧或右侧会上半身或下半身，但汗出常见于健侧。无汗的半身常常是病变的部位。半身汗出通常见于风痰、痰瘀、风湿之邪、阻滞经络、营卫失调、气血失和所引起的中风、痿症或者是结汤病。第三种局部汗出是手足心汗。如果手足心微微的汗出，通常是生理的现象，但是手足心汗过多，则为病理性的汗出。如果手足心汗兼有口咽干燥、舌红少苔、脉细数，这属于阴经淤热或阴虚内热所导致的。如果手足心汗伴有烦渴冷饮、尿黄便秘、脉红数，这是由于阳明热盛所导致的。如果手足心汗同时伴有头身困重、身热不扬、苔黄腻，这属于中焦湿热所引起的。第四种局部汗出是心胸汗出，它是指心胸部易出汗，或者是汗出过多，通常是虚症的表现。如果心胸汗出伴有心悸、失眠、腹胀、便溏，这是心脾两虚所导致的。如果心胸汗出伴有心悸、心烦、失眠、腰膝酸软，这是由肾阴虚、心阳上亢导致的心肾不交症所引起的心胸汗出。最后一种局部汗出是阴汗，是指外生殖器及其周围汗出的症状，这通常属于下焦湿热瘀滞所导致的。以上是我们学习问汗的内容，本节课就讲到这里。